Hello，我们一会儿要去拍雪景。小朋友不是现在已经圣诞节放假在家，温哥华这星期下了超大的大雪，听说是好多年最大的一次，就是前天晚上下的那一次是好多年最大的一次，就是单日降雪量。那我今天就准备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拍点雪景，真的那个雪树特别的漂亮。我们出门看那个雪，就像那种动画片里面那种冰雪世界一样的。那因为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以前是在中部上学的，就是在加拿大中部上学的，所以对雪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的，就是兴奋就兴奋点并不高。但是呢，温哥华其实很难遇到，就这些年感觉好像是下雪多一点，之前就没有说下过这么大的雪。赶紧的，迅速的化个妆，准备出门。我刚才洗了一个澡。这个防晒我还用的是这个韩国的艾丝柏，它是 SPF 50的防晒。那这个防晒呢，它会有一点点润色的效果，但是它这个润色不是属于那种就是氧化锌的那种那种白叉叉的感觉，它是有一点点粉粉的珠光。就是前段时间你看我喝咖啡，你看我咖啡一戒。亲爱的姐妹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咖啡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喝咖啡都会致痘，也并不是说咖啡的问题是我自己问题，但是我相信我有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姐妹们都有这样问题。如果你就是有这种荷尔蒙的痘痘，其实跟我们的肝脏有密切的关系。喝咖啡呢，它对我们的肝和胰脏，包括我们的肝连接的什么胆就是这个我就有胆结石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都是一系列的。如果你长期的在长这种荷尔蒙的痘痘，然后呢，同时比如说你的肠胃有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咖啡停下来试一试，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屡试不爽。我知道喝咖啡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是咖啡爱好者，你一定会去寻求这个东西到底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到底会不会致痘。那如果你在网上去查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很大的一个池子，所以说你查这些东西你都是查不到的。我自己是现身说法，大家看我这几天，这不是前一段时间你看，包括这种大痘，还有我这个耳朵这儿这个痘，还有这儿，看到吗？这些东西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了。我喝咖啡的时候，就是它不是说立马上就出现的，但是你如果长期的下去之后呢，差不多3-5个月之后，它就会在皮肤上有一些状态，比如说你出油的量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就比如说会有一些摸上去不平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摸上去不平滑，其实就说明你那个毛孔有一些堵塞的这种状态。你再用什么东西都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护肤品我真心这么觉得，都是只作用表皮。但凡你表皮有问题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是小事儿，因为表皮总是要更新嘛。所以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事情才是大事儿，都已经反映到皮肤上了。其实我们的人体是告诉你，你要警戒起来，你要小心这个东西，那你就可以稍微的这个频率降低一点，或者是你干脆就不要喝。像比如说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干脆不要喝，那是不是如果和朋友一块儿或者是出去喝杯咖啡就是这个是不是来一杯是可以的，它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你只要不要积累，什么事情都是慢慢积累积之后才出现的这种状况。OK， 擦完防晒之后，我今天就不擦粉底了，因为我觉得这种天气比较适合稍微厚实一点的底妆。那我今天碎掉了一个。我今天用到就是这个泰国的这个珍珠膏，之前有发整个视频去介绍过这个珍珠膏。那我觉得夏天吧用它，因为你出汗它容易浮起来因为它里面这个油脂比较充分就比较适合冬天皮肤比较敏感比较薄弱或者是像我这样子本身长痘，然后控制下了痘，只要你不长痘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长痘这件事情呢，真的是特别讨厌的事情。我这个拿一个镜子，我就觉得，一个是真的会影响心情，对吧？你不管是什么时候，那个瞬间你要发现，要冒出来一颗痘痘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崩溃。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子的。不过我现在吧，已经算是痘痘，前些年已经长皮了，前3年特别抑郁的时候，之前有发视频跟大家讲过，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压力
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你整个这个人生处在一个低谷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想不开、想不透的那个阶段，那你这个痘痘肯定是要暴涨的。长痘就是皮肤不细腻，就是你的内分泌紊乱这样的问题，跟我们的肝脏有密切的关系，姐妹们。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种激素都是肝脏都会有参与进去，帮我们合成分泌的。所以，保护肝脏的健康吧，还是比如说早睡觉，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肝脏运行的更好，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肝脏。然后你看早睡觉，其实你的皮肤状态就会好很多。你在睡觉的时候呢，你的肝脏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早上起来那个状态可能是你整个一天中皮肤状态最好的状态，因为你的肝脏帮你供血了嘛。对，再一个就是供血这个问题。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种贫血的状态，大家一定要注意吃的东西，不要太过于去追求营养了，一定要补充什么胶原蛋白、这维生素、钠维生素，保证吃到嘴里的每一口东西，它起码是可以消化代谢的，这是最基础的。吃到什么东西再去补什么东西，这都是后话，对吧？NARS 的大麦饼。如果你现在已经是长了这种成人痘很难下去，然后怎么样用什么都不好，怎么样忌口又完全做不到。大家分享一个小 tips， 你们就少吃点因为这都是咱们肠胃问题嘛。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忌口，把这种对肠胃刺激的东西就是怎么样不要吃，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会影响你的这个肠胃，那你就少吃点。对，你试一试，每天晚上只喝小米粥大米粥也行，小米粥也是，这跟什么碳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告诉大家，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肠胃问题，因为有一些东西，别人能代谢，咱们代谢不了，所以说这不是说食物的问题，是咱们自己肠胃出现了问题。你就试着一个小 tips， 少吃就能帮你减少脸上痘痘，能很有效的帮你减少脸上的痘痘。稍微的。这玩意儿就是飞粉很厉害，非常的顺滑。现在不管是打开小红书还是 YouTube， 所有的这种护肤博主，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人家都不如我学习这个东西本身都是相互的，没有谁不如谁，就每个人他认知的领域不一样。虽然说大家都在学一个东西，但是他可能学的渠道或者是他的认知的这个思维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学习是大家都要广收集嘛，对吧？就是集思广益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并没有说谁什么对谁不对就每个人他真的是认知的渠道和认知的方式什么都是不一样的。多听一听别人说的确实没有坏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交叉着，然后不要去管，不要太多的去纠结这个东西到底它实验结果是什么样，因为我认为很多东西它虽然说有实验结果有什么东西，但是在我身上是成效为0，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咱们也不当什么医美专家，对吧？咱们也不当什么护肤医生皮肤科医生、护肤专家，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问题就行了。那我们就去找一套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那所以说我在这里面传达的就是很想跟大家讲，并不是说所有博主说的都是适合你的，都是对的所以对不对这种科学这种东西，没有人能100%的去验证。所以我不认为你应该去抱着完全信任的态度去听任何一个护肤博主的建议，包括什么医生包括什么专家。但专业类的书籍里面大部分都是以试验为 base， 就试验为基础。那这些试验里面不会是100%的，对吧？现在医学来讲，尤其皮肤这种东西，从我自己认知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100%，因为我们的人是不同的，这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那我希望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寻求自己的有效护肤的话，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长痘痘这件事情，长痘痘跟长痘痘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有一些长痘痘它可以用这个会好？
刷了酸就差不多能好。那有些长痘痘就不行，有些长痘痘啊，不但不能刷酸，刷酸之后呢，它的问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那你说啊，长痘痘把它当成一个大系列，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合适的。你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皮肤啊就分2块儿。第一块就是你的表皮，你的表皮呢，因为它的更新比较快，就是我们表皮是可以再生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破一个口，你的皮破了啊，你那个痘痘上面皮给你撕破了，你马上就会长起来，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不会落疤的。它虽然说有一个这黑点了或者什么，它时间久了它就退下来，是不会给你有这种致疤的。那这个就是表皮上的问题。那表皮上的问题，我们要维护的就是让它健康，你尽量的把你的表皮处在一个平稳健康的状态下，这样子呢是绝对可以帮你抗老。我们的表皮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我们抵御外界的这种各种的侵害哈，比如说天气冷了、天气热了，然后有没有细菌呀，是不是细菌感染了，恢复状况怎么样啊？包括你的毛孔啊，包括你的即使长个痘痘，它会不会落疤呀？其实跟我们的表皮健康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发给我照片，我一看他的皮肤，我就能认定你长痘痘。如果你这么长下去，你必须要先把这个痘痘的问题解决，因为如果你这么长下去，你之后就是一脸疤，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表皮的状态就非常的薄弱，就它整个这个城墙啊就很薄，就是轻轻的一长痘痘，尤其像这种内发型的这种结节的这种痘痘哈，它都已经触伤到你的真皮层了。但是如果你的表皮不够坚韧、不够健康的话，它修复起来就会很麻烦，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营养，让你这个痘痘、让你这个疤呀快快的愈合起来，然后这个就会出现你的真皮被破坏，就产生了这个疤痕。所以表皮的健康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硬撕皮，因为你撕皮不管怎么样，你用什么自由焕肤，用这焕肤那焕肤，包括这种光子嫩肤，这些东西都是刺激我们的表皮，就破坏表皮，刺激表皮生长。这些东西呢，我都不建议大家长期去做，但是短期它是会给你一定的效果，比如说它可以清除你的晒斑，但是晒斑我告诉大家，很多晒斑它自己也是会掉的。你如果你的皮肤足够健康的话，它自己也会掉的。这就为什么我们夏天晒黑之后，我们冬天捂一冬天，我们也会变白的。那当然了，有一些晒斑呢，它是持续的就是破坏这个皮肤的状态，它已经深到底层了。那这种晒斑呢，可能光子嫩肤就会有效果，就能立马看到效果。但是这个效果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就还是需要你长期的对皮肤做一个维护，让皮肤达到一定的这种健康状态，然后下次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皮肤才能更好的自我去应对。怎么样维护表皮健康？就比如说你皮肤比较薄的，我就建议大家会用一些这种油脂型的比较厚实的，去帮你的表皮做一个封层。但是呢，需要透气。你虽然说厚，但是不要厚到不能透气。其实不透气对我们表皮也是一种伤害。我们人是要呼吸的嘛，皮肤是要呼吸的。因为要照相，我就把这个眼眶稍微画出来一点。除了表皮之外呢，就是真皮。我认为真皮，我们任何的护肤品用劲儿都使不上劲儿的，都使不上劲儿。你不要听什么玻色因的，这种都是太难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什么样的人抗老，就是皮肤厚实的人，他才能抵抗衰老。这个厚实它里面不仅仅有脂肪，其实跟我们的整个这个皮肤结构的构成，就是上面这一层，它是不是足够坚韧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就像我现在，我有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用专业的语言或者是很详细跟大家去描述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眼睛可以看得到。就是我有时候会看，比如说和我同龄人就比如说30多还不到40的这种稍微年轻一点的女生，我都能看得到她这个人她能不能抗老，就是她这个整个这个皮肤的状态，她能不能抗老。有一些你看她年轻的时候皮肤白里透红，特别嫩的这种小姑娘年轻的时候很嫩，但是你会发现她整个皮肤的这种就松垮状态会非常的快。咱们不管是什么骨头的骨骼的支撑什么这个脂肪的支撑，我跟你讲，不管这些东西，
有一样就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的整个皮肤太薄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用这个 A 类的产品，因为 A 类的产品它是可以帮我们增厚这个皮肤。咱不说它限时即时能解决多少你的这个皮肤的皱纹呐，能帮你祛斑，你不要去想，哪怕你脸上没有斑，但是你整个你的皮肤很薄，它就会缩水的很快，它就会老化的非常快，长皱纹也非常快。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观察一下，可以看看自己，可以看身边的朋友。所以说，这就是我要提到的，用 A 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比任何的其他的东西都重要。一个用 A，一个是保湿，保湿是保护好外面的表皮，那用 A 呢是增加我们皮肤的这个厚度，跟什么祛斑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增加皮肤的厚度才是抗老的最关键的东西。那其他比如说骨骼这些东西你这些东西很难讲，我们只能补钙啦，对不对？你很难说去怎么样使劲儿哈，就让它能不流失，这个很难讲的。你就吃好东西，睡好，补好钙，就是帮我们做最好的这种骨骼呀，什么脂肪不要流失。像我们过了40岁之后，咱们不能过度肥胖，但是绝对不能太瘦太瘦你的脂肪就会流失这是一点。再一点，关于真皮层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我们天天说要把养厚皮肤用维 A 酸。那维 A 酸是什么？维 A 酸就是维生素 A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平时饮食都是要吃进去的。也就是说，在用天然的方法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人去把这个东西往脸上擦的，都是往嘴里吃的，对吧？咱们就设想一下，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没有设计把这个维生素 A 从哪个植物里面提取出来往脸上擦，它设计的就是我们饿了吃东西，就吃到嘴里。所以说吃东西非常重要。那吃东西里面一个是咱们首先要把我之前花了无数视频跟大家讲了，肠胃要健康，因为不然的话你吃一切都白搭，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吃自己能吸收的东西，当然这跟肠胃也是有关系的就不要说人家说这个蛋白质好，你像蛋白质好，有一些气血不足的人，他的肠胃本身就不行。为什么气血会不足？气血不足，他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肠胃第一道坎儿他就不行，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食物运化成营养，那这个也非常的关键。所以说你整个人的健康状态为什么能从脸上表现出来？因为你整个人体的这个气血人体的这个力度这个精神气儿，其实都从你的皮肤上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才是真正对真皮层有效果的。再次要提示大家营养健康，让我们的气血供应充足让我们每个细胞都能吸收足够的营养，这个是特别的重要。那比如说你有这种手脚冰凉头爱晕就是你有这种供血不足、气血不足的状态，先去解决这个状态不要把钱都花在买这种乱七八糟护肤品上，先去花点钱投点小资去解决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尤其中龄人30岁以上或者生完孩子之后，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你提前个10年比别人关注，你就比别人能扛老。我觉得太多了这种护肤的这种东西都太过于着重在这种表皮这个上面，这表皮28天差不多1个月你完全更新一遍了，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长期的给我们的细胞能供应充足的营养。那这个时候说不定就不需要我们从外界去擦这个 A 醇乙酸了，只是说外界擦 A 醇乙酸目前来讲的话它有一点点那么小数据给我们给点力但是你想想我们身边比如说这些奶奶们或者就阿姨们你看他们保养好呢，他们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 A 醇乙酸呢？他们皮肤状态也是很好而且你有发现吗？他们那个皮肤状态好，其实就是咱们不说他们富态也好，其实很多就是因为他们整个这个皮肤的这个营养供给特别的充足。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皮肤好的人他都不是说一点点好，他不是说单单的没有皱纹，他不仅没有皱纹，而且还不长斑。你想那种老年人，他们不长老年斑很难得，我老公现在都长老年斑了，就是真的，就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整个人体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五脏六腑很健康，他的气血很充足，他每个细胞都能吸收到比我们平常人足够的营养，这是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再用一下这个红色的在下面，再用这个是一个拼盘，一个灰棕色调的珠光，
后下眼尾也涂一点点，要涂多了。粉色的亮闪，很亮，粉红色的。眼头用这个白色的米白色，提亮一点，顺带画在上面一点。单手画眼线。这个是一个枣红色的、深红色的，来画眼尾。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点掉粉儿。深色和浅色两个合起来画，先画浅色，画在面中，看它就很粉嫩的这种，然后再画深色，画在这个地方，提起来。Orgas 的这个。内调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治痘痘也好啊，你是有其他的皮肤问题也好啊，或者身体健康问题也好，你只要是专心的、用心的去治疗一个东西，不管你任何的那种状态，你只要用心去针对这个东西，去融入进去，去把就自己完全，你不能说医生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起码你要明白医生开这个药是什么作用，就是你真的很关心自己，你要用心的去体验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大的奥秘。有很大的一个世界值得你去探索，而且你探索之后呢，不仅你受益，你身边所有人，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你的父母，都可能因为你的这次去治疗自己去关心自己的这次深究就内调的深究而受益。如果你还在停留在只吃保健品就很满意的阶段的话，因为毕竟很多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但是我自己认为人生总是要抽出来一点点精力放在自己的长生不老上面就说的直白点，就这个意思。这期视频本身也没有什么主题，就是化妆跟大家随便的聊一聊。护肤这件事情本身它就像一种体验一样的嘛，如果你多去尝试、多去体验，我觉得这个倒是慢慢都可以摸索出来。但是如果你平时很忙或者是你想立马现在尽快的去解决，就很头疼，让你很焦虑，就很有可能就是摸不对方向，就是方向本身就是错的。就比如说我跟你讲，所有的在表皮上的工作的方向，我认为都是错的。我就在这个视频跟大家讲，所有你在这个表皮上使劲儿去解决什么你的斑你的痘这些东西都是错的就是不对的你的身体上面的一丢丢的小力，比你用任何的这种表皮上使这么大劲儿都管用，什么酸都不需要刷。如果你的身体给大力的话，什么东西都不要刷。当然了，你刷就会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并不是说要靠它起决定性的作用。A 醇 A 酸的这个风其实吹得很大，每个品牌现在差不多都有类似的这种产品，谁管用谁不管用其实大差不差，真的。你就选择，如果想用的话，我认为还是要选择比较安全的、比较信得过的、用的人比较多的这种品牌它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不会有太大问题，不是先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先想想不要让它产生过多的其他的问题。睫毛膏都用完了，也就这一个现在还有点水儿。睫毛膏真的就是很惊人。我有建议，如果你能在用果酸看到明显效果，这些姐妹们，你不需要天天用它，但是呢，你需要的把它加入在你护肤流程当中去，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以后是少不了的，时不时用一下就能让皮肤达到一个目前最佳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薄，然后长那种细菌的痘痘，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用。尤其我看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在用这个果酸这个东西，我都替他们很担心。果酸这个东西是很好，但是它就是甲脂蜜糖乙脂砒霜嘛，它美白祛斑都是有效果的，但是它对于一些皮肤状态来讲的话，简直就是噩梦，姐妹们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敏感很薄用果酸就是噩梦，会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差。很难讲的，比如说酒精这个东西很多人很害怕，还有比如说肥皂这个东西很多人很害怕，但是真的
肥皂这件事情，比如说你油脂分泌过剩，你皮肤上面细菌增殖，那个肥皂就是真的很管用。因为碱这个东西它清洁力度特别的大，然后它会把你的整个皮肤的一个生态环境给翻天覆地。就比如说本身是夏天的啊，这些东西都要出来，细菌都要增长。但是你用肥皂之后，就简直就是把夏天一下变成冬天了，你所有的这种细菌就会全会嗝掉。那这个时候它对你的痘痘是在暂时期间是有好处的但是就需要你后期长期的一个维护。你要理解你痘痘长痘痘这个原理之后呢，你再利用好这个碱性的这个东西，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些东西真的，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比如我有这个问题，我就会很钻，我就知道它什么样的状态下我可以用碱性的，什么样的状态下我碱性一点都不能用，才能保持我的皮肤长期处于一个平稳健康的状态。就是你得钻进去，你得去理解自己，没有让你去理解所有的这种护肤知识，但是起码你要理解自己的护肤，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为自己去定制打造，好吗？不要去相信这个东西一定怎么样那样，没有什么一定的，没有什么任何产品都没有什么，而且任何刚才说了，所有的这种护肤品，大部分都是不疼不痒的，大部分都是不疼不痒，大部分都是作用在表皮的。对，刚才我说的就是在我的视频里面出现这些成分，还算是我认为是可以能让整个皮肤状态能起到一个很好效果的这样子的成分，比如说酸类比如说你的这个 B5比如说甚至凡士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日常护肤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我是这样认为。但是你肯定不是说这个东西你捡着它你用天天用，那不是这样子。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去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状况去搭配的。就比如说我们女人每个月还有来例假，对不对？你每个月整个的你的这个激素的变化是不一样的。缩毛孔和张毛孔这件事，你在一个月里面在你的例假前、例假后、例假中，整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并不复杂，听起来好像很麻烦，其实并不复杂。你就需要根据自己的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去做一调节，内调外养都需要去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不要太过于去依赖任何的单一的产品。我想要那种就是整个妆感看起来那种比较温暖的 Rimmel 的1999。感觉洗了一遍一样喷的。OK， 我换好衣服了，那我们一会儿要去照照片了。今天特别的美，外面阳光已经出来了，照在那个白雪上，真的是闪闪发光。因为我的卧室有一个大窗户嘛，然后后面全部都是树，全部都是白色的那种大松树就圣诞树，真的是超级的美。千万不要忘记了护肤这个事情不需要卷，不需要焦虑，清洁、保湿、角质剥落、内调外养，我觉得这些东西比防晒还要重要。当然防晒也很重要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